作为全球加速最快、空气动力学表现最优秀的电动卡车之一，特斯拉 Semi 正在持续升级，以进一步降低风阻系数，为明年大规模量产做准备。说实话，特斯拉 Semi 一直是最被忽视的车型之一，主要原因是它发布近9年来，产量却一直非常有限。当然，背后原因很多，但如今量产产线终于建成，从明年开始，任何人都能购买 Semi， 不再只是大型物流公司才能下单。根据特斯拉 Semi 负责人、项目开发主管 Dan Priestley 透露，新的 Semi 版本将通过多项调整实现更低的成本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一辆卡车能在几分钟内造好，而不是几个月，你会觉得像开玩笑吧？但特斯拉最新工厂的新生产线真的能做到。最终，特斯拉将具备生产上百万台 Semi 的能力。马斯克说，它不仅违背物理常识，我们还会生产很多，最终我们会生产超过100万，甚至是几百万辆特斯拉 Semi， 它将随处可见。而且未来还会实现自动驾驶，或者具备自动驾驶能力。那么特斯拉究竟如何让 Semi 更高效、更便宜？新的重卡生产线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？让我们深入看看。从第一天开始，特斯拉就明确表示 ，Semi 不是普通卡车，它是一台公路怪兽，0到60英里加速只需20秒。这就是为什么特斯拉首席设计师 Franz von Holzhausen 从日本最快的列车传奇的新干线身上获得灵感。而现在，随着新的空气动力学升级，Semi 越来越像卡车界的子弹列车。当然，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它的外形，这没关系。如果你不喜欢，不妨留言告诉我们，我们真的会看每一条评论。接下来，我们来说说一些小的性能调整，以及最重要的特斯拉 Semi 即将迎来的全新电池系统。根据特斯拉宏图计划第3篇，长续航版 Semi 配备了800度电池，目前使用高镍电池，大概率是 NMC 化学体系，以获得令人惊叹的续航。而短续航版，也就是 Semi-Light， 则采用 LFP 电池。但真正的革命是什么？特斯拉计划为即将到来的新款 Semi 配备其目前最先进的电池 HV 电池，也就是4680电芯。HV 指的是高电压电池，此处指的正是4680，它的能量密度高达300瓦时每千克，同时凭借突破性的结构化设计，显著降低生产成本。尽管 Dan Priestley 确认即将推出的 Semi 第2代会使用更小的电池包，但这并不意味着续航或性能的下降。事实上，得益于我们前面提到的空气动力学提升，这款卡车的续航依旧强悍，效率提升达7%。更小、更便宜的电池包意味着更轻的重量、更低的运营成本，对特斯拉和客户来说都是双赢。我们早就预测 Semi 会切换到4680，这完全合理。为什么把特斯拉最先进的电池只留给 Cybertruck？4680拥有超强的功率、效率和成本优势，完全符合8级重卡的需求。而且，特斯拉就在内华达工厂生产这些电芯，为 Semi 打造电池包会比以往更快、更简单、更高效。在展示升级图时， Dan Priestley 还提到了新的设计改进，例如更好的后视镜、更佳的视野与空气动力学表现。此外，特斯拉 Semi 还加入了可下落玻璃。目前的 Semi 原型车使用传统侧后视镜，每个镜子中都包含3个摄像头，与车内2个15英寸显示屏连通，实现流媒体画面。这套系统不仅满足美国法规，还能提升空气动力学表现，并为驾驶员提供几乎无盲区的360度视野。但第2代的后视镜会怎样，现在仍是未知数。也许会加入更多摄像头，也可能如 Priestley 暗示的那样，让车辆更具空气动力学优势，同时提升视野，可能意味着更小的镜子搭配、更先进的摄像系统。就个人而言，我希望 Semi 仍然保留一些实体后视镜，对这种卡车来说更合理。你觉得呢？欢迎留言预测。我们已知的一项新功能是可下落玻璃，如果你不知道它是什么，你并不孤单。Semi 的驾驶座位位于中央，摄像头已经大幅减少盲区，但问题是，
当司机需要与门禁或检查站互动时，每次都开整扇车门并不方便。可下落玻璃大概率为可下降的侧窗将解决这个问题，让卡车在真实环境中的使用体验更顺畅。过去几年，特斯拉不少改款车型都加入了全新的灯带设计，一种正在成为特斯拉品牌标志的元素。根据 Next Big Future 报道，最新改版的 Semi 使用了重新设计的头灯和 LED 灯带，可能加入长途驾驶的卧铺版本，并进一步提升空气动力学表现，风阻系数达到 0.36， 比柴油车好约 30%， 动力总成也升级为3电机系统，效率提升 7%。 全新头灯设计让 Semi 更具辨识度，灯带本身不承担照明功能，真正的车灯会位于它下方。从视觉上看，新设计更现代，更符合特斯拉当前的风格。你想看到这样的新外观吗？留言告诉我们。此外，特斯拉为 Semi 加入卧铺舱的计划已经不再是传闻，它会实现。我们敢肯定这一点，原因很简单 ，Dan Priestley 去年就明确提过，我们还记得很清楚，他说未来的 Semi 会有卧铺，让司机在多日长途运输中可以好好休息。老实说，这可能是下一代 Semi 最令人兴奋的升级。睡眠对卡车司机来说极其重要，疲劳是跨州长途运输事故的主要原因。现在的 Semi 没有专门的卧铺区域，虽然驾驶室很宽敞，但原型车主要用于测试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一旦量产，卧铺几乎是必须的。至于会不会延长车厢或重新配置内部空间，目前仍不确定，但无论哪种方式都令人期待。Next Big Future 还报道了 Semi 新版本将进一步降低风阻系数，当前原型为 0.40， 但通过调整玻璃和后视镜，有望降到 0.36。 空气动力更顺畅意味着更好的加速，更高的能源效率，也让 Semi 比传统柴油卡车更具优势。正如我们之前说过的， Semi 的电机与电池系统比柴油卡车的复杂发动机简单得多，简化的设计大幅减少零部件数量，提高生产速度，让大规模量产更可行。马斯克曾提出每年生产5万辆的长期目标，虽然明年不太可能实现，但在不久的将来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根据当前进展，我们预测特斯拉在2026年可能达到2万辆的产量，一个雄心但可实现的数值。尤其是今年底，新生产线将开始运作。Semi 第2代的另一大升级是引入监管式自动驾驶 Supervised FSD。你可能会想，一辆巨大卡车怎么可能安全的自动驾驶？但特斯拉真的计划在2026年款上首次搭载它。从我们的角度看，这不仅是一次软件更新，而是可能彻底改变整个重型物流行业的突破。原因很简单， FSD 让卡车能够在不需要司机持续操作的情况下行驶更长时间，这意味着更低的疲劳、更少的健康风险以及大幅提升的物流效率，这是所有运输公司几十年来梦寐以求的。当然，关键词是监管式，司机仍需在车内监督，但不需要全程握方向盘。特斯拉的传感器组合与 AI 能够实时解读大量数据，应对繁忙高速公路乃至狭窄装卸区域。但挑战也显而易见，让一辆8万磅的巨型卡车上路自动驾驶，必然招来监管部门、公众和卡车工会的质疑。任何事故，即便是小事故，都可能引发巨大争议，甚至影响整个行业对自动驾驶运输的态度。长期来看呢，如果特斯拉未来推进无人监管模式，卡车司机行业也可能被重塑甚至缩减。法律专家指出，涉及自动驾驶卡车的事故可能引发复杂的责任纠纷，责任可能从司机转移到特斯拉这个制造商与软件提供方身上。因此，搭载 FSD 的 Semi 第2代既是大胆的飞跃，也是一个高风险的赌注。它的成功取决于2件事：第一，特斯拉是否能证明其系统比人类更安全；第二，能否与监管机构合作，建立清晰可靠的法律框架。如果特斯拉成功， Semi Gen 2将不仅是一辆卡车，而是自动化运输时代的标志。但如果失败，也可能让整个行业在追求完全自动化时变得更加谨慎，甚至退缩。展望未来，
我们预计 Semi 第2代的售价会比第1代更高，这完全合理。大规模技术升级必然带来成本上升。FSD 空气动力升级以及先进4680电池都会推高早期生产费用，但特斯拉一向擅长通过规模化与生产效率降低成本，就像 Model 3和 Model Y 一样，初期价格上涨，随后随着生产成熟逐渐下降。预计 Semi Gen 2会在上市初期小幅涨价，但随着量产推进，价格最终会下降，而且潜在的涨价是合理的啊。仅 FSD 功能就可能重新定义总拥有成本。一辆可以几乎持续运转的卡车意味着更少的停机时间、更少的事故、更高的物流效率，再加上4680电池的高寿命和低能耗， Semi Gen 2的运营成本可能远低于任何柴油卡车。多年来，特斯拉 Semi 一直被视为马斯克最具挑战性的项目。迄今为止，道路上不到1000辆 Semi， 与 Model Y、Model 3或 Cybertruck 不同， Semi 从未拥有完全自动化的生产线。大部分 Semi 仍依赖手工和半自动化流程组装，导致生产速度慢、成本高、效率低。上个月，从内华达超级工厂的无人机画面显示，一台重达数十吨的巨型压铸机从德州运往内华达，用2台牵引车和3辆超长拖车运输。这意味着特斯拉正在为 Semi 部署专用的 Gigapress， 这是电动卡车制造史上的重大里程碑。Gigapress 已让特斯拉成为现代制造业的象征。这是一台巨型压铸机，能在一次压铸中制造巨大的一体化铝合金车架。传统汽车制造需要焊接、螺接、粘合数百个小零件，不但耗时，还影响结构强度，而 Gigapress 将整个过程缩短到几分钟。马斯克曾说，你不了解 Gigapress 就无法真正了解特斯拉，但将这项技术应用到 Semi 上并不容易。Semi 是重型卡车，比 Model Y 或 Cybertruck 大数倍，车架不仅要承受几十吨的载荷，还要经受严苛环境并保持极高耐久性。特斯拉现有的6200到9100吨压铸机只适用于乘用车，不够大，无法铸造 Semi 所需的巨大部件。多年里，特斯拉只能依靠传统制造方式。现在，随着专为 Semi 设计的 Gigapress 到位，一切都变了。它可能是特斯拉史上最大的压铸机，可以一次性铸造 Semi 的主要结构部件。生产一台 Semi 每20分钟一辆将成为可能，而这正是马斯克提出的实现2026年年产5万辆的关键条件。一旦实现，这将彻底解决长期困扰特斯拉的生产瓶颈。Gigapress 不仅提升速度，还减少成本和装配误差。一体压铸让车架更轻、更强、更精准，提高空气动力表现，对电动卡车尤为关键。结构更刚性，震动更低，也让维护更简单。更重要的是，这将为重工业制造带来突破性变革。如果 Model Y 革新了汽车行业，那么 Semi 有可能革新整个卡车行业。戴姆勒、沃尔沃这种巨头都从未在重卡上使用超大压铸技术。随着内华达超级工厂扩建到400万平方英尺，特斯拉终于拥有足够空间打造第一条完整自动化 Semi 生产线。这将是特斯拉等待已久的缺失拼图。一旦搭建完成，年产数万台 Semi 不再是梦想，其影响将远超一座工厂。Gigapress 能将车架生产从数小时缩短到数分钟，消除数百个焊接或组装步骤，提高品质一致性。产量提高，成本降低， Semi 的价格自然下降，让运输公司更易负担。每节省1美元油费或维护费，对这行业都至关重要。从技术上看， Semi 已证明自己在电动重卡领域无可匹敌。500英里续航，20秒0来60加速，每英里仅 1.7 度电，30分钟充电到 80%。 搭配更轻、更便宜、更高能量密度的4680电池后， Semi 第2代将更强、更高效。如果一切顺利，2026年可能成为特斯拉迈入 Semi 量产时代的历史性一年。想象一个世界，巨大的电动卡车车队昼夜不停运行，高效、安全、低成本、零排放。每一台 Semi 都能替代一台柴油车，
每年减少数十吨排放，对经济与环境都是巨大推动。那么你怎么看一个零排放卡车的未来？你认为随着量产开始 ，Semi 的价格会下降吗？欢迎留言。如果喜欢这期特斯拉 Semi 的深度解析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